用绳子轻轻一勒，就掉下了一个金色的小南瓜。它就是鲁中地区记忆中的年味糖瓜。青楼糖瓜，香甜可口。凌晨4点，天还没亮，老头就已经开始准备了。趁着年前，他要多做一点糖瓜去卖。老师，早上好啊！老师，早上好。这是陈师傅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头。糖瓜采用的是最传统的制糖方式，用粮食磨好的玉米面倒进锅里熬煮，还需要一种材料麦芽，它是甜味的催化剂。在古代，粮食不够吃，用宝贵的粮食做出来的糖就更是稀罕了。这些都弄好了，天才蒙蒙亮。粮食煮好过滤后，还得把多余的水分熬干。做糖瓜耗时很长，每3天就要熬一个大夜。水差不多熬干，就得炒糖了，让水分进一步析出。炒糖不只要技巧，还要很大的力气。坐起来。老头心很烫的，就是啊。在老头眼里，这一勺糖就是一个糖瓜，可心疼坏了。不炒不动。老师，为什么这个糖一定要手工炒啊？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手工炒啊？手工炒，完全是手工炒。手工炒，5分钟就得换，5分钟换个班。炒糖是一场接力赛，几个师傅轮番上阵，不累，得持续1个小时，直到糖泡炸裂，爆出满屋的糖花，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，就炒好了。接下来就得把糖搬到室外晾糖。热糖接触到冷空气，会快速由稀清变得粘稠。这就是最古老的粮食糖，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饴。这个吃过烟的，就吃1个，这个老人就基本上就行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特意买给老人吃，很多时候老人不舍得吃，留给小孩解馋。含饴弄孙，就是冬日里最温馨的画面。等糖降温到软硬适中时，就开始拔糖了。这个时候的糖虽然是软的，但是拉糖就像拉一把韧性十足的皮筋一样，就像卯足了劲儿在和枣木桩拔河。拔糖这一步其实体现了前人非凡的智慧。整块的饴糖肯定也有人吃过，硬得跟石头一样，而经过了9拉18折，就会不断的让空气进入到糖里，形成108个细密的气孔，这样饴糖就会变得格外酥脆，入口即化。从捋糖这一步开始，必须要争分夺秒。这个时候的糖还很烫手，但是得忍着，必须赶在糖温从80度跌向65度的黄金时间内完成。老师傅们不怕烫，他们的手掌早就长满了厚厚的老茧。3个人6只手，要配合得如同精密咬合的钟表齿轮，将糖条捋成薄片，再对折4次，最后卷成一根长4米的中空糖管。糖瓜出锅喽！
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。最后趁着糖瓜迷迷瞪瞪还没反应过来，迅速滚上一层炒香的芝麻做衣裳。凌晨4点，入冬的第一批糖瓜总算是瓜熟落地了。有对象了吧？没有哎，给我介绍一个。介绍俺这个地方，俺这个地方你来吗？老师刚刚说，俺这个地方你来吗？忙活了这么多天，终于有结果了。明天要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去大集上帮老头卖糖瓜。老话说，年前洗3天，来1年福禄全。我带了蓝月亮至尊洗衣精华，浓缩加配方，15分钟快洗，轻松去污渍，还能保持衣服的质感。传统让我谨记来路，科技让我们轻装出行。糖瓜，陈楼糖瓜，香甜可口。多少钱的？15块钱一斤，15块钱一斤，来2个。妈现在小火，这个小火俺多整2个，别忘了啊。好，15块钱一斤，可口。糖瓜，15块钱一斤，陈楼糖瓜。1年做2个月，糖瓜能卖多少钱？3年前的时候，几千块钱，几千块钱，几千，2000多块钱吧。2000多块钱，1年挣2000多块钱。我好意思啊！来2个。糖瓜，陈楼糖瓜，香甜。糖瓜，15块钱一斤。3亩地。哎，3亩地。那你1年靠种这些东西能挣多少钱？2000多块钱吧。那种糖瓜也是2000多块钱，那1年收入就4、5千块钱吗？收入1年多的收入3、4千块钱了。糖瓜，糖瓜，不吃吧？香甜可口。我看了呀。是饿了吗？啊？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们的感知里真正的苦就是饿肚子。是吧？完了，俺吃饭吧。来，吃妈妈。上土。拿。他们觉得吃饱了就很幸福。鲁中地区流传着灶王爷的传说，得了糖瓜，首先不是自己吃，而是给灶王爷上供。百姓想要用糖粘住灶王爷的嘴。跪下。请灶王爷上青天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希望他尝到了甜头，能多说好话。朴实的人们献上了最好的东西，想换的也就是平安。这个村子和很多村子一样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留下的只有这些老人和糖瓜。老头做了一辈子的糖瓜，他觉得这是个好东西，还得要一直做下去，这样年轻人回来的时候还能尝到过年的味道，也还能尝到福气的味道。能吃上糖瓜，那更是幸福。